男嘉宾小牛30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名建筑队长。女嘉宾小郭27岁，同样来自山西，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愿意。小片当中你们提到了说，在家乡办过酒席，是吧？对。是。那你们领了结婚证了吗？没有。小片里面说到，为了这个孩子，你吃了很多的苦。对。男孩儿女孩儿？女孩儿。女孩儿多大了？快1岁了。快1岁了啊？对。是因为带这个孩子很辛苦吗？你说吃了很多苦。第一是带孩子的苦，第二就是他还做了好多对不起我的事儿。是吗？那都是过去的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错了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怎么原谅？这1年时间你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有多苦有多累吗？真的对不起，先不说我就是因为太这忙了。个孩子有多难，做试管婴儿那时候吃了多苦，可你竟然给别的女人熬着。有些事他确实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小郭，你先平静一下啊。小妞几个问题问你啊，这一连几个问题问得我挺愕然的啊。你们的孩子是试管婴儿啊？是。这个孩子等于得来非常不易，是吧？是。他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在他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是他生的时候你不在他身边吗？不在。你去哪儿了？那个时候我在工地忙呢，就是他生完孩子以后回来。待了多久？2天。然后就又走了吗？是。那孩子就甩给他一个人带？是。这段时间有多长？有1年。有1年啊？嗯。你在忙什么？我在工地呢。按你的说法是忙着挣钱喽？对。忙着挣钱？你是忙着挣钱吗你？你是忙着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？我没有。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20岁我一毕业我就跟你要去外地，然后我父母给我们办了酒席，我就跟着你一起出去。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们有多难呀？我有过一句怨言吗我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一直跟他一起在外面打拼是吗？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嘛，那时候都挺好的。然后父母就看出来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就为我们办了酒席。因为我要跟着他一起出去嘛。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来说，办了酒席就是说相当于结婚了。完了，我跟着他出去，吃过多少苦呀！我跟着他都搬过砖，还卖过衣服，摆过地摊，吃了多少苦。那时候我对他没有一句怨言，我就认定了这辈子他就是我唯一的男人。日子就这样过起来了。3年过去了，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。完了我们就一起回家去看父母嘛。回到老家的时候，父母不是那一辈的人，人家都孙子都有了，有的都会在地上跑了。然后父母就说你们也要个孩子吧。就像我们半年过去，然后一点怀孕的迹象都没。当时我还挺自责的，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问题？因为在农村来说嘛，没有孩子真的是一件特别让人看不起的事。我背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，结果我的一切正常。回家以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要不你也一起去医院做个检查吧。检查的结果就是他有问题。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天天的就喝酒呀，喝完以后就抱着我说不让我离开他。清醒的时候就说你离开我吧，趁年轻还找一个好的。但是我怎么可能离开他嘛？我对他特别依赖，我根本就离不开他的。我爸妈就因为这跟我吵。当时我爸就是说他身体那样还喝酒，你以后的生活希望在哪里？没孩子咋了？没孩子我们可以去放养，没孩子也可以过一辈子呀，只要2个人在一起就好了嘛。就后来他见我不会离开他，然后我每天去在他身边陪着他，然后那时候他也就重新振作了起来。我们又重新出去打拼事业。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嘛，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他们身边的朋友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做试管婴儿，人家还成功怀孕了。这时候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高兴的
当时我就立马赶紧回家，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一下，我们俩就去医院做这个试管婴儿了嘛。就因为这个试管婴儿，我们天天的往医院跑。那时候我每天打针、抽血、做 B 超，那日子就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怀孕了。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他爸妈说是回家吧，回家养胎。他8月份把我送回家的，10月份还回来看过我，待了2天就走了。我当时心里边在想，他可能就是因为工地上确实有事儿。从10月份出去以后，然后就电话也少了。那是因为我忙，工地上确实是忙，确实忙。是忙呢，还是干其他的事儿呀？我没有，忙还在狡辩。每天就是工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过年回家的时候呢？过年回家你都干嘛了呀？你天天就抱个手机，在那打电话发信息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那确实是工作上的事。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呀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有一次嘛，她出去，我就好奇，把那手机拿出来，我就在那看。我一看一个手机号，天天在打，一天好几次的在打，然后我就试着就拨出去了嘛。我还没说话呢，那边就传来一个女的声音，说：“亲爱的，咋的？又想我了？”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恶心。能问2位一句吗？小牛今天为什么来啊？我今天就是想给我老婆道个歉，希望她原谅我。以前为什么道歉？我确实做过一些对不起她的事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相信他，我真的不敢再相信这个男人。过年回家那次，我们不是吵起来了，他当时给我道了歉，也保证过了，年后他就去工地上上班了嘛，然后天天也给我打电话，那我也觉得挺好的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快到预产期了嘛，预产期的前几天我跟他说，我说你提前回来吧，他也答应我了，说回来。可是就在预产期的前2天，他告诉我说是回不来了。我说回不来就回不来吧，工地上临时有急事嘛。他生完孩子以后，他回来看我，他抱着孩子挺高兴的，住了几天他就走了。走了以后没过多久，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吧。当时我刚出月子嘛那会儿，然后就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，然后说你离开他吧，你站着他干什么呀？你不要在这儿霸占着不放了。他是跟你胡说八道，那个时候他就是跟你胡说八道。还胡说八道呢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他都告诉我了。他说你知道你生孩子的时候他在干嘛吗？他在跟我外地旅游去了。没有，我每天就是在工地，我哪儿都没去。没有，那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证实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手机一直关机呀？那是因为没电了。1天没电，2天没电能行，1个月没电能行，1年没电啊！别生气了好吗？后来对不起，我我跟他真的错了。手机不通，一直关机。然后我就跟他那个哥们儿，工地上那哥们儿打电话嘛，人家说嫂子你别问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不起老婆，以前那些事儿，我确实做的根本不行。每一个男人都不会像我这样。你现在跟那位女士还有瓜葛吗？没了，早就没了。这次我来这儿，从山西跑过来，就是在这儿跟他真心真意跟他说一句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希望他可以原谅我。怎么原谅呀？毕竟我们都有孩子，我们孩子都快1岁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这1年时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孩子生病的时候你在哪？孩子发高烧住院的时候你在哪？小郭，我相信你受了很多的苦，对吧？对。生活还要继续吗？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对，为了孩子我也会的。我也知道你内心的那种不平静，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儿，是不是想找一个更好的方向，是吗？对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求你们2位认真的听一听老师们的建议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说实在的哈，我心里挺难过的。我觉得人能够青梅竹马的在一起，走到现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一个男人要有责任，要有担当，要对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，对你的家人要充满了爱。但是你今天能够认识到，能够了结那段的感情，能够重新回到你的家庭里面来说，我觉得也是好的。希望你以后继续把那个不好的东西都去掉，能够担起责任，照顾你的家人、你的孩子。还有这位女士哈，我知道你心里那种苦，
可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的，你刚才那些抱怨啊，我都能够看得到。你恨他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你有的时候，我想你也可以静下心来想想，这个男人在外面努力，他去挣钱去打拼，你给了他什么？有的时候埋怨别人太多，可能也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可能才会走得更远、更美好。希望你们好。很多人说，男人有了钱就会变坏，还有很多人在问，为什么很多夫妻能够共苦但不能同甘？首先，为什么可以一起共苦？究其原因，就是当时苦的那会儿，知道感恩，大家的心都往一个方向想，劲儿都往一个方向使，别无他念，哎，出来了点成就。当经济上有一些富裕了，当这个家庭慢慢的向好的时候，女人通常是心往家里使，而有的男人这会儿就胡思乱想了，说不好听的就忘本了。所以究其关键，这次你们是否真是可以和好，或者说你男人的心真是要回来了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站在这里，在外头跟那个女人不好吗？不好啊，怎么不好？没有老婆好，哪儿没有老婆好？哪儿都没有。那她生孩子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在身边？她跟你搬过砖、摆过地摊，为你这么艰难的要一个小孩，为什么当时出轨了？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。鬼迷心窍，色迷你心窍了吧？鬼迷心窍，你好意思说？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你为什么回来了？因为我爱他。不挺开心的吗？花天酒地还出去旅游，啊，不挺好的吗？享受去啊，干嘛回来？为什么我一直追究这个问题？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清楚，仅仅是想说，哎，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很背了啊，然后我就想暂时的回来，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又出轨了。如果仅仅是出轨也是冲动，回来也是冲动的话，那不回来也罢。你伤他一次了，就不要伤第二次了。如果回来，先做一件事情。断绝那些以前所有的那些外面不好的东西，去领结婚证，把你的心放在家里头，就这样。女生每一声控诉虽然都痛彻心扉，但是你每一声控诉，声音再大，泪流的再多，都在告诉我们，你好爱她，你离不开她。所以你的声声控诉让我们感觉不到感动，倒是有一丝生气，因为你每一声控诉都在说，我离不开你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原谅你的。我喊得越重，说明我爱得越深。在自己的妻子怀孕期间，或者是生孩子期间，选择出轨的男人，无疑是在谋杀自己的爱人。因为自己的爱人在为自己将来的幸福而受难，你却在外面逍遥快乐，所以这样的出轨，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。因为这辈子你忘记不了，在你最苦的时候，在为彼此对方幸福而受难的时候，对方在外面逍遥快乐，即便这次原谅，你以后也永远忘记不了你当时受的苦，那无疑是自己骗自己。其实一个男人的回头，我们多半要看他认错的基点在哪。我们特别理解不了这个男生的是，有些事情难道感动不了你吗？因为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回头，但你却选择了一犯再犯。我们刚才如果没有听错的话，是怀孕的时候发现了你出轨，你走了，你当时是承认了，然后你走了，你说你会改，结果后来又发现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。你是一犯再犯，而且同时都是在怀孕和生孩子期间。我就不明白，你们10几年的青梅竹马的情感，不能让你回头吗？感动不了你吗？当你查出你生孩子比较困难，女生做试管婴儿，为此而每天在医院受苦的时候，这一番努力的举动感动不了你吗？怀孕期间重负临盆之泪，这样的受苦感动不了你吗？甚至到后来把孩子生下来了，就2条生命，感动不了你回头吗？这所有的加起来，一切都抵不过那个女人吗？你还跟那个女人那1年在外面
所以说，从种种这种所谓的感动来说，如果这样的付出和所有的情感叠加在一块儿都没有办法感动你，那我只能说你这个男生今天的认错，我大概是认为希望不大，因为你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回头，你不是迷失，你是有意而为之，而且一而再再而三，哪怕是生孩子的时候你都没有回来看一眼。所以基于我所说的上述原因，我给你的很大的建议就是，这样的男人他是认错理由不充分，你曾经用过这么多人生当中的付出，和你的孩子都没办法感动得了他，我认为这个男生改好的希望不大，以后犯错的几率十分之大。所以不管你出来还是不出来，我给你坚决的意见就是这样。所有的将来的机会都在你自己手中，该怎么选择，你就自己选择吧，就这样。有些事情摆在那里，是非曲直已经有了。我只想提醒女生一件事儿：自己的人生是握在自己手里的。大概这是很多女性的一个误区。我们交出的是爱情，是情感，而不是我们的人生。如果当你爱上一个人，把你人生的所有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时候，其实就意味着你的未来已经在他的手里了。两个把彼此的生命都这样互交的人，有一天伤害起来会非常的深。所以我希望今天真的千万别急着做决定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老婆，跟我回去吧，回去我们先把这儿办了。毕竟我们都有个孩子，孩子都快1岁了，我会好好爱你，我会撑起这个家，我会给你和孩子幸福，请你相信我。我不知道该不该去相信你，我还能不能去相信你？我以后会做得更好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相信我好吗？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？哼，请亮灯吧。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，是你用还是你用？我用吧。在这个机会里有3种帮助的模式：模式1，求助现场观众；模式2，倾听第三方的声音；模式3，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。你的选择是？现场观众。你要问现场观众的是什么？我到底能不能再相信这个男人？来，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你们看好他们复合吗？看好选赞成，不看好选反对。来，请选择。好，现场28%的观众看好，72%的观众是不看好的。咱们听听理由吧，帮他问问吧。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挺荣幸的。我也是山西的，在这碰到老乡了。然后就是我其实选的是赞成，我想跟这个兄弟也说一句吧，就是希望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吧，就是不管对妻子还是孩子，就是也要对得起自己，就是希望你们2个人以后幸福。谢谢。谢谢哈。我投的是反对的票。女人嘛，最需要就是关心和帮助的时候，然后她背叛了，所以我觉得不应该。哎，2位换箱子吧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请关门。接下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。宝龙暴龙眼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宝龙暴龙眼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，爱着你。鼓掌吧，鼓掌吧，这就是生活。
来吧。现场成功复合或牵手的嘉宾将会获得由 Bloom 暴龙眼镜提供的情侣眼镜一副。成功复合的嘉宾朋友将获得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旅游基金。你们喊开始，你们自己喊停。来吧，你走。开始。停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在这里要感谢 Bloom 暴龙眼镜为牵手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。来，两位，还有礼物呢？接下来我们来见证一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。嫁给我吧，老婆。